戴上我变态小手套，就知道我又要干大事儿了啊！大家好 ，Vegas 这几天天凉了，又到了我1年1度晾腊肉的季节了。所以我准备了一大盆的五花肉，这次我还要晾辣鸡腿儿，所以还有一大盆的鸡腿儿。那这些肉呢，买回来不需要清洗啊，我们只需要把它倒入高度白酒，用白酒来清洗它，也不用太多，就买最便宜的什么二锅头啊，高度白酒就是稍微清洗一下，让每一个肉都能沾到这个白酒就可以。然后我们给它每一面都揉搓一下，都让它清楚的沾到这个酒。那每一个肉呢都沾到这个酒以后，我们就要把它放入到我们的这个沥水篮里，让它稍微沥一下这个酒和它的这些上面的脏东西啊、血水啊之类的，不需要洗了哦。你看五花肉很漂亮啊！这五花肉我一般都是1年就是腌这么一次，然后呢腌好了以后晒好了就放冷冻，吃的时候就直接解冻，或者直接用热水烫一下直接蒸，非常的香。自己在家做的腊肉呢就不会特别咸，而且呢好处就是你可以选，在买肉的时候就选这种很漂亮的五花肉，不像买的那些腊肉啊，要不然就不好看，要不然就死咸，而且你也不知道它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干不干净。自己在家做呢又简单又方便，过程又透明公开。然后我们把鸡腿也每一面都用这个酒洗一下，洗完就放在这个沥水篮里沥一下水。这次买的鸡腿特别的标致，我之前每年都是晒腊肉，我从来没有晒过这个辣鸡腿，所以这个东西今年是新的哟。但是做法都大差不差，都是一样的。我们趁它沥水的这个功夫呢，我们来准备腌料。这2碗呢是一模一样的2碗的大料，里面有桂皮、香叶、八角、青花椒，还有花椒，一模一样。但是今天这2种肉腌的介质是不一样的。鸡腿呢，我打算用盐来腌；腊肉呢，我准备用我熟悉的酱油来腌。这一碗料倒入到量杯里面，然后加入这个就是刚才我盛白酒的那个碗哦，然后我们加入酱油，用微波炉叮3分钟，这样就省得开火了。然后呢，叮3分钟以后，它这个料里边的这些香气就会融到这个酱油里面。哎呀，你拍到我睡裤了，这样大家就又知道我没有换裤子了。你看，这就是你的不对，你就应该跟着我来，只卡在我上半部。你这样，你就大家都知道我老不换裤子了。3分钟，然后我们来炒颜料啊。我们用一个没有油的锅来炒这个颜料，小火就好。把这些所有的料都倒进去炒香。盐水鸭的时候也是这么炒盐的。盐水鸭不是要用各种的料和盐一起炒香吗？这个锅里面一定要确定是没有水没有油的，就干炒这个料。过一会儿呢，等它加热以后就会变得非常的香。这个酱油已经热好了，非常的香。这个酱油里面的料都融入到了这个酱油里边，非常的香，酱香加上这个料香，然后我们的盐也炒得差不多了。现在这个盐呢已经冒烟了，就看到它这些料已经变得黑黑的了，就可以了。你看这些香叶啊什么的都变得黑黑的，能闻到很重的香料味儿，就可以关火。然后我们把所有的五花肉都放到了这个锡纸盒里，最好是放在这种平盘里啊，放在盆里也可以了。但是我为了方便，因为它每一面都要沾到这个酱料，所以我放在这个平盘里。然后我们就把这个酱料搅拌一下，就可以往上倒了。
这边倒进去。如果口重的话，可以加点盐，但是以我的口味来说，每年就只用酱油，也不用老抽，也不用再加其他的调味料，这就足够了。它本身晾完了以后颜色就会变深啊，你再用老抽的话就变得过黑了。按摩一下每一面，翻动一下，按摩一下。往里倒的时候一定要确保这个酱油已经不烫了，因为刚才在微波炉里转完了，它其实是一个沸腾的状态嘛。转一圈，把这些所有的料都粘在上面。今天这一步完成了，它就可以盖上保鲜膜，放进冰箱里冷藏，然后每天翻动2次，这样让每一个面都沾上这个酱料以后，我们冷藏3天，每天翻2次就可以进行晾晒了。盖上保鲜膜，打入冷宫。然后我们来处理鸡腿啊，正好现在这个盐也已经凉了，就是每一面都让它撒上这个鸡腿，不是撒上鸡腿，撒上这个炒好的盐。笑啥？你笑啥？你呲不呲？揉搓揉搓，让它把这个盐揉进去。好，一个就揉搓完了，我们放在这里边，然后把剩下的依次按照同样的方法，再把料揉搓一下。那个盐水鸭就是这么样，把那个鸭子四面、里面、外面都是用这个料来抹匀，然后放到冷藏里过夜。第2天就是煮一下，就可以变成南京盐水鸭，非常简单。那是我过年的时候招待朋友的硬菜，因为它很简单，但是呢又很好吃。我每次在家炒这个料的时候，家里都好香。打入冷宫，明天见。时光飞逝，4天已经过去了。这一天我又勤勤恳恳的每天都在翻动它，翻动这个腊肉啊。那今天呢，我们要进行下一步要把它们晾起来。晾之前呢，有2个非常重要的动作呢，就是把这个肉啊这边戳一个洞，然后挂上这个钩。那戳洞呢，我们就要用一个直的这个签子把它戳上洞，然后挂上钩。鸡腿呢，我们就要每个腿上系根绳。鸡腿也绑好了，我们现在去把它晾起来。我每年都是挂在这个晾衣架上，晾衣架没怎么晾衣服，就光晾腊肉去了。白天的时候，我可以把车库的这个门打开，这样比较通风。它只要不是暴晒，它只要有通风就可以了。其实放在哪儿无所谓，只要它够通风就可以。底下一定要铺好垫纸，因为它现在是滴这个汤汁嘛，然后后期它会这上面的料会掉下来，然后再等晾一晾干的时候，它会有油滴下来，所以底下一定要铺上报纸啊，或者是 whatever 纸。每年我晾腊肉的时候，就觉得只要腊肉一晾上，过年就差不多快到了。其实腊肉对于温度啊什么的要求并没有特别高。就不一定非得是多冷啊的温度，只要它通风就可以。这个架子的好处就是我可以推着到处走，前面后面我都可以推着走。今天是第3天，晾晒的第3天。都已经风干了，皮都已经硬了，不像昨天上面还水水的。鸡肉也一样，白天我会把这个门打开通一下风。现在已经晾了1个星期了，你看已经开始慢慢的往外渗油了，有一些油点开始从肉里往外渗了。鸡肉的表皮和肉也已经
开始风干了，我要往下渗油。这就是为什么底下一定要铺纸或者是铺纸壳。哎嘿，员外，腊肉好了，腊肉晾好了，我们今天吃腊肉。哎呦我的妈呀，演不了一点儿。本来还想演一出什么员外丫鬟啊，在腊肉后面嬉笑打闹，吸不了一点儿。但是咱们的腊肉好了哈，今天是刚好第15天，因为 Vegas 的天气比较干燥，而且这几天风比较大，所以它风干得很快。你看它现在已经渗出来一些油，而且已经很硬了，风干得很硬了。我原来在洛杉矶晾腊肉，每年都是至少要30天，因为 Vegas 这个天气15天就可以了，颜色也很漂亮。其实根据不同的地方啊，它不同的气候，可以就是观察它的肉的硬度啊，还有它的这个光泽感啊，每个地方不一样。那今天这第15天，我们就要把它们全收进去。今天我们来做辣鸡腿和腊肉吃。收回来的腊肉可以分个用保鲜膜包好，然后冷冻保存。这些要冷冻保存的腊肉和辣鸡腿呢，不需要清洗，直接拿保鲜膜单独一个个包好，放到冷冻就好了，就可以保存非常久。要吃的时候拿出来解冻，然后用热水烫一下或者蒸一下，就直接就可以吃了。炒、炖、蒸都非常好吃。这2条呢，就是我们今天要吃的。我们用温水把它清洗一下，把上面的这些料啊，还有灰尘稍微冲一下。清洗干净以后呢，这个我打算整个蒸啊。我底下准备了毛豆和香菇，整个放在上面，蒸完了再来切，因为它现在比较硬，风干以后就比较难切。那这个呢，我打算切片来炒佛手瓜。这个刀，大家有没有觉得很眼熟？冷冻了以后呢，会稍微难切一点，因为它毕竟是冷冻过了，可以拿热水烫一下，或者是直接蒸。其实腊肉是对我来说就是属于非常快手的菜，特别简单。你最简单的方法就把整个肉或者是整块鸡丢到电饭煲里一起蒸，然后米饭呢也会吸收这个辣味的香味，还有以及它的油脂，就连切都不用切。就是煲仔饭。对，煲仔饭就是，但煲仔饭它是要切片，先切片。我之前就是懒得切，我就直接在蒸米饭的时候，生米的时候我就把它清洗一下，把这个一整块清洗一下，丢进去，出来以后就也非常好吃，米饭也好吃，肉也好吃，拿出来再切片，肥瘦相间，纹理非常漂亮。我在切的时候就能闻到它非常浓郁的这个腊肉辣味的香气啊，因为经过风干，它的这些料以及酱油的鲜味香味就已经浓缩在了它这个腊肉的表面。我们之前露营的时候，我就特别喜欢就带这么一块去露营，然后带着腊肠，因为你切吧，放电饭煲里一蒸，就是一锅非常好吃的简易版电饭煲版的煲仔饭。它这个腊肉的香气非常的浓，自己在家做真的很简单，简单方便又干净。我每年就是到冬天，就差不多这个时候都会做很多，这样可以吃1年都没有问题。辣鸡腿拿去蒸。电锅里面放300毫升的水，其实蒸多长时间都没有关系。它这个鸡蒸10分钟、15分钟、20分钟都不会影响它的口感，因为它的这个肉已经非常扎实了。按下去蒸个20分钟。换一个菜板来切佛手瓜，佛手瓜切片就可以了。把里边的这个籽挖出来。佛手瓜切片炒肉，或者是切丝凉拌，或者是切块炖汤，都非常好吃。它的口味就比较清爽。然后我们来剥蒜哈，我那天学了一个快速的剥蒜方式，我也不知道行不行，咱们来试一下。就它们不是每一瓣嘛，每一瓣它在这个瓣上先切一刀，每一瓣先划一刀，咱也不知道它好不好用。
每一半都切上以后，然后我们从这里把底部切掉，然后拍它。哎，好像挺管用的哎，一滴溜，这都基本上滴溜出来了，稍微拨一下就可以了。好像这个方法还行啊，这个方法不错，大家可以试试。但我觉得我可以改进的是，就是我拍它的时候可以再大力一点，让它再这样一点，它就更容易脱壳，更容易脱皮，让每个蒜都变成扁扁的样子，它就自己就把衣服脱了。非常快速的一个备菜就完成了，特别适合今天，因为我待会儿要出门，就来不及就是做很复杂的菜，这一下子就备完了，我们现在就可以炒菜了。锅里喷一点点油就行，因为我们的五花肉会煸出很多油脂来，所以稍微喷一点油，润一下锅就可以。锅稍微热一点，我们就可以把肉下去，因为这个腊肉啊，我喜欢把它煸的油脂出来多一点，所以我们先把肉煸好，再下我们的大蒜和干辣椒，把它铺平，让它慢慢的煸，把两面先都煎一下，煸出油脂，它的油脂就快出来了，然后我们就把它翻面，这一面基本上变透明了，我们就可以把它翻一下。两面都变透明了以后呢，我们就可以把蒜和干辣椒下去。那腊肉炒啥都好吃，我之前炒那个冬笋也特好吃，就比较万能。你炒个什么菜花啊，这些都好吃。蒜也爆香了以后，我们就把佛手瓜下去。我们往里加一点点的水，然后焖一下，焖一会儿就可以了。我们的大同电锅也跳起来了，我们把大同电锅打开，看看我们蒸的鸡。哇，我们现在就可以把这个鸡腿给它剁成块儿。一打开大同电锅，那个鸡的那个辣味儿的那种味道就直冲脑门子，还蛮香的。腊肉可以了，加点盐就可以出锅了。因为腊肉是咸的嘛，我虽然没有做的很咸，所以不需要加太多盐。这个是蒜盐哈，里边还有蒜粉，不是全部都是盐，所以稍微调一下味道就可以。腊肉炒佛手瓜就可以出锅了。辣鸡腿蒸完了就比较好剁，它底下的毛豆和香菇吸收了它的油脂和它的辣味儿，然后鸡本身是咸的，也会有一些咸味流下去，所以就不需要过多的调味儿。然后这个是佛手瓜炒腊肉，都是下饭菜。非常期待这个辣鸡腿，辣鸡腿是我第一次做。好吃，还不错啊。这个辣鸡腿它的口感是非常扎实的，它不像就是咱们普通的那个鸡啊，炖一炖它是软的，因为它是辣风干的，所以它的口感特别扎实。其实它最好的做法呢，它是把它切成块以后，炖煮，炖完了以后，它的这个里边的这个咸味儿就会融在这个汤里。像他们那个腌笃鲜是不是，就是也可以用这种当做火腿来用。那有点像火腿肉。如果炖的话，它这个咸味就会融到这个汤里。比如说炖什么豆腐皮啊，里边加点莴笋，会非常好吃。下次我们可以炖来吃。成功。炒腊肉就是一如既往的好吃，因为自己做的腊肉和辣鸡腿呢，就不会特别的咸，就是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去调节来这个咸度。大家可以自己在家尝试一下做腊肉和辣鸡腿，我觉得还挺简单的，然后也很好吃，很有成就感，主要是很有成就感。好吧，那今天就到这里吧，拜拜，爱你们。